平地一声雷啊！9月4日，河南省佛教协会发文，释永信原名刘应成，涉嫌刑事犯罪，挪用侵占项目资金、寺院资产，严重违反佛教戒律，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并育有私生子。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，全网一片哗然。少林寺花还在继续，但少林寺真正的秘密，并不是方丈的瓜，也不是所谓的武功绝学，而是很多吃瓜群众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个字——禅。少林寺是禅宗的发源地之一，而禅的真正核心就是正念，也就是 mindfulness。什么是正念呢？就是完全的活在当下，活在此时此刻。那么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完全的活在当下呢？根据哈佛大学的报告显示，我们每天有46.9%的时间在走神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生有一半的时间都没有活在当下。对于禅我是很有发言权的，因为我曾经2次到禅宗寺庙进行修行。我不仅在寺庙中吃住，还上课听讲，并进行了超级系统的禅修训练。那么小伙伴们可能很好奇这禅修修什么呢？那么主要分为3个部分：坐禅、行禅、吃饭禅。那么首先来说说坐禅。每天早上4点我们就起床了，然后跟着师父去禅堂打坐。我们会盘腿而坐，然后将注意力呢放在我们的呼吸上，观察我们呼吸的深浅、快慢、长短。我们也可以将注意力呢放在我们腹部的起伏上。当然我们也可以呢关注我们的鼻子吸气、嘴巴呼气时的感受。总之，我们的注意力要全部集中于呼吸，这就是坐禅中的观呼吸。我们也可以呢在心中去默念呼吸，从1数到10，然后再从1数到10，循环往复。这个过程持续大概半个小时。这个过程锻炼了我们将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的能力。当我们大脑中有杂念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用慌，不用去排斥这个杂念，也不用跟着杂念跑，而是温柔的将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呼吸上。通过这半个小时的禅修，我们大脑会感觉相当的平静放松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。当我们结束了坐禅之后，师父会带我们进行行禅，也就是正念的走路。那在我们正念的走路时，我们要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抬腿、移动、落地的动作之上，用心去感受脚在地面接触时候的轻重、软硬、温凉，感受风在身上吹拂的感觉，感受我们手臂的摆动。我们要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走路这一件事情上，不要有任何别的想法。最后说说吃饭禅。吃饭禅也是令我收获最多的禅修练习，因为我平常吃饭是非常的三心二意的。我会刷着手机，戴着耳机，脑袋中想着事情，同时再去吃饭。这个时候等于我同时在做4件事，脑袋的负荷之重可想而知，让我感觉非常的烦躁，并且呢一件事都做不好。但在寺庙中呢，我们的手机是被上交的，所以我既刷不了手机，也听不了歌。但是脑海中的思绪还是会不断的闯入。这时候师父教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饭菜上，我们要细细的观察饭菜的颜色质地，感受食物在口中的移动温度，是热还是凉，用鼻子去闻闻食物的香味，听听食物在口中咀嚼的声音，尝一尝食物的味道是重还是淡。当我们调动了触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视觉、听觉、五感，将注意力像激光一样集中于吃饭这件事上时，我们大脑就没有空间去想其他的事儿，我们就能真正的全然的活在当下。好了，这就是我在少林寺禅修的深刻体会，这让我深深的了解少林寺的秘密并不是外在的武功绝学，也不是内在的八卦丑闻，而是能够将注意力收放自如的心法。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寺庙才能锻炼我们活在当下的能力，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在走路、吃饭等等方面去刻意的锻炼我们正念的能力。当我们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，
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学习、生活等更加重要的事情上面。风波是会过去的，但活在当下的能力会陪伴我们一辈子。这才是我们从少林寺中能真正带走的比八卦珍贵的多的东西。